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9月17日，今日中秋節，祝大家中秋快樂，人月兩團圓啊！無論喺海內海外嘅朋友都係啦，奄奄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明月啦。咁今日講下中秋月餅經濟學。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我就睇住我阿爸咧就供月餅會啊，就係年初開始供啦，供到中秋節嘅時候咧，我就同佢一齊咧周圍去派俾啲親友啊。咁因為嗰個年代咧，月餅係必需品嚟嘅，你唔派俾啲親友，尤其是做生意啊，或者係喺職場啊，你唔派俾啲同事啊親友咧，你會被視為無禮喎。咁坦白講啊，我哋一家5口，咁啊最多食2盒月餅嘅啫，中秋節。但係我哋都會收到好多月餅嘅喎。咁因為你送俾人，人哋又送俾你啊嘛。呢個係一種禮節嚟嘅，就好似新年派利是咁，係一種禮節嚟嘅。咁但係時移世易啦10幾年前咧，我喺大陸教書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年代亦都冇咗，好少送俾親友噶啦。坦白講啊，唔係最熟嗰啲都唔送嘅。咁但係10幾年前我喺大陸教書咧，學校係送俾員工嘅喎。即係一間大學咧，就1000幾個員工啦，老師啊、行政人員啦，咁可能有啲其他非教職嗰啲未必有1盒月餅嘅，一個月餅收我見到，但係我哋咧做教職員嗰啲咧就收1盒月餅喎，有至少收到2盒㗎，學校送1盒俾我，可能學校嗰個係嘅部門又送1盒俾我，咁啊至少收到2盒月餅喎，咁啊收月餅咧就係變成咗職場文化嚟喎，嗰個年代係。咁你諗下一間學校1000幾人，咁你收2盒，咁都犀利啦，消耗2000盒月餅喎，幾多學校啊，幾多單位啊，係咪啊？咁所以嗰個年代經濟好咧，送月餅咧又變成咗係一種員工福利啦。咁但係近呢幾年咧就好明顯冇咗啦，因為近呢幾年咧唔單止係啲員工嘅福利少咗，仲追翻以前嘅佣金喎。我就話咧，啲人成日嘲笑英國破產，英國破產咧個定義咧就唔係執笠啊嘛，佢哋成日用咗啲香港啊或者大陸嘅常識咧話破產即係執笠啦，英國嘅政府破產只係縮減開支啫，即係唔再增加開支，其實冇縮減開支嘅，因為通脹，咁原本100蚊嘅嘢變成110蚊，咁但係佢話我只係俾100蚊嚟嘅啫，咁結果梗係要縮減開支，圖書館可能要開少2日啊，嗰啲行政嘅服務又會減少啊，咁等等等等，咁但係咧中國嗰個企業咧其實大部分咧如果用英國破產定義，大部分都破產噶啦，因為就係縮減開支嘛，縮減咗開支咧月餅就送少咗。你喺大陸嘅朋友咧聽眾咧，你話俾我知今年有冇收到月餅喎，或者呢幾年有冇減少收月餅嘅情況喎？嗰陣時收月餅仲收獎金㗎，咁而家有冇獎金咧？即係獎金未必好多嘅，幾百蚊咁一個叫月餅金以前係有咁嘅情況。咁今年咧睇翻官方嘅數據啊，呢個中國烘焙業協會啊，就係出咗一個數據出嚟。呢個數據咧，哇，真唔係講笑啊！中國嘅月餅咧，今年咧係跌得好深。咁點跌得深？其實呢幾年每年都跌㗎啦。今年咧跌得即係較顯著，雙位數字嘅下跌。咁點解咧？就係因為降級消費啊嘛。月餅咧由呢個嘅必需品變成咗奢侈品，加上咧疫情咧，有啲老人家死咗啦，送禮嘅對象少咗啦，係咪啊？年輕人係躺平，又揾2-3千蚊，你又叫佢送幾百蚊盒月餅，佢梗係送唔到㗎嘛。咁所以即使賣月餅咧，送俾人咧，都係買啲幾十蚊嗰啲。而家淘寶咧1蚊一個啊月餅，因為滯銷賣唔出啊嘛，1蚊一個。咁今年月餅跌咗幾多咧？舊年咧官方銷售咧就話220億人民幣，30萬噸月餅。今年咧喺而家未結算埋單啊，原本嘅預計銷售咧就已經係220億，30萬噸，少咗20億預計銷售，但係而家好明顯係唔止嘅，因為你見到而家淘寶拼多多咧，今日中秋節仲係好多賣緊1蚊一個月餅去傾銷出嚟，1蚊一個月餅喎，你諗下，喂，佢1蚊一個肯定唔會蝕錢嘅，因為如果蝕錢咧，你仲要運費㗎嘛，佢抌咗佢好過啦。咁所以其實嗰啲月餅成本係幾毫子一個嘅啫，可能係，但係就涉及到一個好大嘅月餅經濟學嘅問題啦。我講下香港月餅先，香港月餅咧一直咧被視為品牌嘅，咁但係坦白講，香港而家手工製嘅月餅咧得翻幾間廠嘅啫，咁做嘅量都好少嘅，而家全部都係機做噶啦，咁啲機做咧就係即係好短時間做到，咁但係問題大陸可以幾毫子做到個月餅，即使香港又係機做，大陸又係機做，但係咧香港係做唔到幾毫子一個月餅，幾蚊一個月餅，相信都做唔到啊！至少都10零20蚊一個月餅，我估計因為我以前係做過月餅喎，我係同一間香港連鎖餅店咧合作做咗2年嘅月餅嘅銷售，咁然後咧我同朋友啦阿子珊啦就合作做嗰個月餅品牌添喎，曾經我喺香港嘅時代嗰陣時就係
都係經濟相對好景嘅時代啦。2019年或以前係相對好景嘅時代。咁嗰陣時就賣得好快嘅，但係而家就滯銷啊！而家香港又滯銷，大陸又滯銷。咁咧香港做月餅咧個成本係貴嘅，因為點解咧？你首先蓮子、蛋黃、蓮蓉或者係個皮、麵粉，全部咧都係有質素嘅，即係你係要買啲有質素嘅用料出嚟做出嚟。點解咧？因為你係一個品牌啊嘛，你賣200幾蚊一盒香港月餅，200幾蚊一盒起啦，百幾蚊、200蚊最平噶啦。咁你一定係要做個質素，個鐵罐啊，各方面啊，咁你全部都係有一定嘅質素嘅，要經過呢個嘅 QC 質素嘅監管嘅。咁大陸做嘅月餅咧就冇呢樣嘢喎，因為而家係降級消費啊嘛。以前咧我哋就好多親友咧託我哋中秋節咧帶香港啲月餅上去俾佢哋送禮，送俾外父外母老爺奶奶嗰啲咁嘅情況喎。而家就少咗啦，因為你要喺香港買幾百蚊一盒嘅月餅，佢就倒不如喺大陸買幾十蚊啊，真係有噶咯，80蚊一盒月餅又有，20蚊一盒月餅都有。而家淘寶1蚊一個月餅又有，呢個叫大降級消費時代。大降級消費時代咧，所以今年咧個月餅咧即使個銷量係下跌咗，個銷情個銷售金額亦都會大幅下跌。原本預測係10% 跌嘅，而家絕對發覺唔止10% 跌啦。咁而且咧大陸人咧買香港月餅咧，仲有一個問題喎，以前就興水貨，但係水貨咧帶咗幾年之後就發覺咧好多假貨喎。因為你喺大陸你買美心奇華榮華嗰啲，你一係喺官網買啦。如果你唔喺官網買嘅話，官網買貴啦。你喺街嗰啲鋪頭買，佢哋分分鐘咧話係水貨，其實就係盜版嚟喎。咁結果咧你食出嚟嗰啲質素好差。咁所以慢慢整下咧，大陸人咧都買翻大陸品牌嘅月餅啦。佢降級消費啊嘛，第一就有機會買到你嘅假貨。如果買你嘅假貨，不如買我哋自己嗰啲雜乜牌啦。咁所以咧出現咗啲雜乜牌，而家興起咗。加上咧我尋日所講到咧。而家網紅直播帶貨啊嘛，網紅直播帶貨嘅生意咁犀利嘅情況底下，梗係犀利啦，係咪啊？梗係可以完全係 skip 咗香港美心香港榮華嗰啲，喂，有門市有鋪租有員工，佢就網紅帶貨喎，帶完之後咧就直送去你屋企喎，咁梗係方便好多喎。咁所以喂，而家咧李家超話香港咧執10間就開17.6間鋪頭嘅公司，佢係開公司啫，唔係開鋪頭喎。點解咧？嗰個美城月餅而家咧就係鬧到全國都知啦，皆知巷聞呢個新聞。咁呢個美城月餅，哇！曾志偉喺抖音帶貨，咁帶咗幾多錢貨咧？犀利啦！咁有一個係幾日前嘅數據啦，呢個幾日前嘅數據，美城禮盒嘅黑松露流心奶黃月餅，淨係講緊一款月餅啫，淨係銷售達人 Top 3，曾志偉係排第一。佢買一款月餅係買到2.5萬至到5萬盒，咁犀利喎！40幾個 percent 係嚟自曾志偉一個人喎，因為佢係點解？名人啊嘛 ，TVB 嘅總經理啊嘛，係咪啊？喺香港好多人係加持噶嘛，王晶苗僑偉佢哋加持噶嘛，呢個嘅曾志偉同呢個三洋集團一齊係做大貨，淨係佢一個買一款月餅都買到2.5萬盒，而呢個嘅美城月餅咧。係有好多款月餅嘅，佢唔係淨係推銷一款月餅喎。而家就預計咧，美城月餅嘅銷售量咧去到7000幾萬噶啦，抖音帶貨去到5000至7000幾萬。曾志偉買一款月餅係排第一位，超越咗美城嘅官方旗艦店添。三隻羊網絡月滿中秋咧就係排第3。咁呢個犀利啦，曾志偉係咪啊？買咗咁多錢喎，估計啦係咪？即係有媒體第一財經嘅估計啦。喂，喺嗰一款小楊哥直播嗰度3件套裝，淨係嗰一款銷售總金額都高達4200萬啊！佢話如果呢個嘅佣金佔1%，咁佢哋都唔錯啦。咁當然唔會，我相信唔會佔1%啦，佔10%都唔出奇啦。如果佔10%，佢哋就賺420萬噶啦。咁所以曾志偉咧就即係。個個都慘淡嘅情況，佢就獨佔鰲頭喎，佢就一枝獨秀喎，曾志偉。咁呢個月餅經濟學咧，曾志偉能夠一枝獨秀，因為佢賣嘅係美城月餅。美城月餅咧，而家拼多多嘅批發價係18蚊一盒。咁咧，曾志偉佢哋咧同三隻羊咧就賣緊169蚊3盒。咁其實賣3盒咧，佢哋因為要3盒賣嘅，咁淨係3盒，如果拼多多嗰個成本計咧，就賺81蚊一盒嘅，真係唔係講笑喎，所以賺100幾蚊一盒嘅最多可以係，
所以呢個利潤好深。咁但係點解仍然有咁多人可以買到幾千萬嘅生意額啊？買到幾萬盒、幾千萬嘅生意額啊？咁個原因就係因為降級消費啊嘛。因為咧，首先第一有一啲人咧係唔知道佢呢個品牌唔係真正嘅香港品牌。佢話香港美城月餅，香港美城月餅咧，咁佢就即係用資訊蒙蔽嘅方法，令到尤其是北方人啦，以為係香港美心月餅係嗰啲 friend 嚟嘅。咁咧呢個係一間香港嘅公司註冊嚟嘅，喺舊年咧就係註冊咗好多嘅商標。咁佢只係香港咧係一間秘書處、一間會計寫字樓嘅共用 office 裏邊咧，係租咗個名，連位都冇啊，員工都冇啊。然後咧就係用香港嘅公司嘅名義做生意。設計師咧又唔知係咪真係香港人嚟嘅喎？嗰個美城官方品牌就話：喂，冇法例規定唔可以大陸做月餅喎，香港公司。咁係好多香港公司都係大陸做月餅，但係你至少個銷售部門啊、個 marketing 啊，或者係設計師啊，或者係產品檢測啊，都要喺香港先叫做香港品牌噶嘛。佢唔係香港註冊間公司，然後喺廣州度營運，喺佛山度咧就建廠。喺佛山個廠咧唔係淨係做月餅嘅，有網民咧實地考察個月餅廠咧，同時間有幾條生產線，生產埋塑膠，生產埋其他嘅非食用嘅嘢嘅，會唔會有產品污染嘅風險咧？呢個就不得而知啦。咁所以咧，第一佢就蒙蔽咗有啲人係唔知道，咁但係有啲人咧，尤其是廣東人咧，係知道美城月餅唔係真正香港品牌嚟嘅，當然係知啦。係咪啊？雖然喺直播期間咧，有曾志偉啦，有呢個嘅曾志偉嘅新抱啦，有堂妹啊，呢啲香港藝人講到真係香港嘅品牌咁樣嘅，講到好好食咁樣嘅，知名香港品牌高端知名香港品牌。咁但係咧，始終係有一啲廣東人咧，明知道唔係美心月餅個級數嘅嘢，但係都願意買。點解？因為平啊嘛，160幾蚊3盒。160幾蚊3盒，即使你喺大陸嗰啲超級市場買，佢有啲30幾40蚊一盒嘅，但係嗰個包裝冇咁靚，冇曾志偉加持冇瘋狂的小羊哥加持。而家160幾蚊3盒仲送到你屋企，呢個咪降級消費咯。因為如果你買正版美心月餅或者聖安娜月餅，美城月餅咧仲出埋一個品牌咧，就叫迪安娜月餅嘅，就係影射聖安娜。如果你買聖安娜都100幾200蚊一盒啦，美心都200幾蚊盒啦。咁所以咧，明知道係唔得嘅都要降級消費啦，因為冇辦法啦。經濟唔好嘛，追佣金追翻以前嘅佣金啊嘛，咁所以咧唔單止係呢個嘅月餅啦，其實咧全國咧各行各業都有。呢個韓國第一財經韓國中央新聞中央日報報道中國咧月餅嘅滯銷各方面咧係40年最大嘅危機喎。點解咁講咧？茅台你就知道啦，茅台係10年銷售最慘嘅今年咧茅台嘅呢個散裝批發價係比舊年咧跌咗15%，跌咗15%啦。所以如果入咗茅台嗰啲人咧，嗰啲鋪頭你又要降價傾銷啦，即係蝕本喎。呢個係其中啦。保時捷比舊年嘅銷量咧跌咗33%，降級消費啊嘛。咁你咪揸翻大陸嘅車咯，揸小米車咯。即係你唔好保時捷望落去同小米車差唔多樣啦，係咪？但係一格100幾萬。一格咧就係廿萬，咁你梗係買20萬噶嘛？佢都覺得而家大陸人哋興性價比啊嘛，性價比高當然性價比高嘅嗰個安全隱患嗰啲就慢慢可以咧自助腦後月餅都係㗎，性價比高。而家香港人翻大陸消費，喂嗰啲牛羊豬好食過和牛咁但係有冇考慮過隻牛佢食咩飼料咧？和牛有監管，和牛點解叫和牛點解可以有 A1 至 A5 有監管監管佢食嘅飼料，佢嘅草係咪用有機嘅草啦？佢嘅水係咪合規格咧？全部有監管嘅。喺英國嘅牧場係有監管嘅。咁但係中國嘅牧場係冇喎，咁但係啲人咧間中食一次半次咧，即係一個禮拜北上消費1-2日就冇乜所謂嘅，佢就唔好講究呢啲嘢啦。呢個咪就係降級消費咯。降級消費嘅定義就係唔再講究一啲所謂嘅衛生安全各方面嘅標準，但求第一性價比高，好食大件就手經濟唔好嘅時候就係咁樣噶嘛。咁所以保時捷咧又跌咗33%， Tiffany 喺上海嘅旗艦店咧縮減咗一半嘅鋪租嘅鋪面咁其實整個中國咧都係，所以可以解釋到點解自由行嚟中國大陸嘅自由行嚟香港越嚟越多人，但係好似對香港嘅零售業冇乜起色。
因為香港人咧北上消費，佢哋食幾百蚊一餐飯，對大陸嘅商店嚟講咧係豪使嘅，因為大陸人自己勒緊咗褲頭幾百蚊一餐咧，佢哋覺得哇食得好豪喎，所以而家對香港人嘅態度咧好咗好多。幾年前我喺深圳教書嘅時候咧，啲人對香港人嘅態度咧冇咁好，因為咧大陸人咧願意俾小費大陸人咧爺們，佢哋爺們啊，哇即係開始走，開始茅台就好好喎。而家唔係啦，由茅台改為飲天地一號，咁所以咧就變成咗香港人上去消費，然後佢哋對香港人服務態度好咯，所以啲人北上消費呢個係一個好主要原因嚟噶嘛。咁但係咧香港人上去消費，對香港人嚟講係降級啫，對佢哋嚟講係升級嚟喎。但係大陸人嚟香港消費咧就不斷降級啦。以前嚟買包包喺廣東道去卓越喺莎莎就係買呢個嘅化妝品，而家降級消費啦，唔係咁介意啦，咁啊用翻大陸國產嘅品牌咯，唔用 SK2 咯，唔用 Shiseido 咯，係咪啊？咁啊用翻大陸嘅品牌咯，願意係揀一啲性價比更高嘅產品，所以呢個降級消費嘅年代咧，亦都無可奈何。咁當然呢個唔係淨係大陸嘅，呢個係全球化都有咁嘅情況嘅，通脹而家嚴重啊嘛。但係大陸咧就係一個發展中國家嚟喎，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係蒸蒸日上噶嘛。蒸蒸日上嘅時候出現咗降級消費咧，就係一種矛盾嚟嘅，因為咧 Adam Smith 喺200幾年前嘅經濟解釋裏邊嗰個解釋咧，即係國富論經濟解釋裏邊咧，就已經講到啦，浪費其實係一種咧造就資本主義發展嘅一種有效嘅工具。呢個蜜蜂嘅預言啊嘛本身係一種浪費嚟嘅，但係浪費係可以咧開花結果嘅喎。咁但係而家咧就係浪費嘅時代過去咗啦，而家係進入咗勒緊褲頭，咁都係好事嚟嘅，有好似係環保啲啦，起碼係咪咁而家要學識過環保嘅日子都係一件即係對地球都係一個有好處嘅。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我尋日咧就推出咗呢個旅行團啊，咁即刻咧有好多人報咗名喎，仲有好多人咧係留名查詢。咁中秋節後啲同事放假咧過後咧可能就會覆返大家嘅。咁多謝大家支持。咁個連結我會擺喺下邊。12月15號5日4夜嘅台北加2台南旅行團，咁我嗰個收費咧8800蚊咧，就喺9月30號前報名，係港元嚟嘅。收港元。咁其實舊年我收4000幾蚊，但係唔包住宿。今年咧就8000幾蚊就包咗住宿。咁所以其實都係冇乜點加價啦。咁仲有一餐咧就要自費嘅。去米芝蓮廚師主理嘅呢個餐廳度。咁舊年係食得相當開心嘅。咁即係我哋一家人都會去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報名啦。OK。咁9月30號前咧有 discount，9月30號後咧就會收正價嘅。多謝大家支持，拜拜。